儿子给皇阿玛请安。我哪敢当啊！我看，是正该给你请安了吧？皇阿玛对儿子不满，要打要骂随意，不必如此。我哪敢呢？你现在只是反应，要一举冲天了。我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，哪有这等豪气？我看你是存心让满朝上下看朕的笑话。我这个做父亲，把自个儿子给逼疯了，多有失分寸。朕纵然能平定天下，却制服不了一个儿子。皇阿玛是天子，儿子是臣子，父教子死，子不得不死。君让臣亡，臣何敢不亡？又何须制服？厉害呀！你厉害呀！我还真看不出来，你胆气有这么壮，骨头有这么硬，还真有几分英雄气呀你啊！儿子既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，又担负不起乾坤的责任，哪里是什么英雄？分明是狗熊！你个无礼不孝的兔崽子！皇上，千万别动怒，孩子是心中不畅，口不择言，求皇上千万别动雷霆之怒。傻孩子，你心中有苦，尽可以对王妈倾诉，千万不能乱了方寸，胡言乱语坏了规矩啊！我心中之苦，皇阿玛即使听得进去，我又从何倾诉？在皇阿玛眼里，我就是一块泥，一块可以捏成任何形状的泥，就是唯独没有自己。我敬皇阿玛，我爱皇阿玛，从小到大，只有半点杂念，但我毕竟是个人呢。一个人心里有话，嘴里不能讲，明明想做，却又不能做。真情不能有，爱意不敢生，做了怕歪了，走了怕倒了，这是人吗？我是丢了主心骨，断了脊梁骨的可怜虫。孩子，额娘知道你心里苦，可是你可知道，你皇阿玛心里也苦啊。她为了你，可谓是呕尽力血，费尽心机。她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不怕你埋怨，不怕你怨愤，她一门心思为了你能成才，为了你能服众，为了你能担起社稷，直撑天下。这样的兄弟，你为什么就不去懂呢？不用再跟他说了，他现在是鬼迷心窍，哪里能听得懂啊？我懂，我能懂。学习治天下，皇阿玛要求再严再高，我绝无怨言。可是你这么一点属于自己菲薄的心愿，皇阿玛为什么就不能枉思怜悯之情呢？傻儿子，你怎么就这么实心眼儿啊？那是因为皇阿玛自己就是至情至诚，而这身上流的是皇阿玛的血。这个儿子让朕太为难了。皇阿玛，如玉，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丫头心里到底是想些什么？师父息怒，这也是我这次到京想弄清楚的事情。小曲在信里说的语焉不详，等我设法见了如玉一面，自然什么都知道了。我看她是想忘记自己的责任，甚至想打算放弃自己的责任。子英，你会不会让我失望？你会不会也打算放弃责任？你会不会？我绝对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的，师父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要让你做一件事情。
多大了，还玩这种小时候的花样？爷爷，您就别担心了，就这点小事儿，你还不相信我啊？哎，我现在马上坐在你那里。在我大明先帝以及列祖列宗的牌位面前，我要让你深思你的责任。你痛，我也痛。在你的臂上刻上这名字，我这心更痛。痛，是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永远都不要忘记。是。今天这牌位只能供在这里，将来我们要把它捧回庄严堂皇的太庙之中。是。子英，有件事或许对你很难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做。师父，请说。我要康熙去死。师父要让我去杀皇帝？不，叫康熙死，不为任何人所赐，而是叫他心爱的儿子所杀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好多年。我要这个被奉承为旷古明君的达子皇帝，也尝尝这天伦惨变的滋味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先搞清楚如玉跟康熙父子之间的纠葛，然后再寻机会，再想办法。可是这样做似乎有失光明磊落。不，子英，你以为我这样做是想把自己的遭遇报复在他身上？不，这不是我的目的。倘若真的使皇太子杀了父皇，成功不成功都会使曹局大乱，使得众家皇子分起夺位，这样就会使朝廷失尽颜面，失去民心。我们便可以趁机联合曹邦和以及散落各处的前朝义军共同商讨，这样一来，复国的大业就容易成功了。你说这样做是有失光明磊落，可是你想，下棋比武，用兵尚且不厌诡诈，更何况是逐鹿中原，争夺天下呢？子英明白。子英，这个任务很艰难，可是如今朱家列祖列宗唯有仰仗的只有你了。子英发誓，将竭尽全力。子英，你要答应我，你将嫁给明朝，嫁给你的责任，你将没有自己，没有感情，将你的身心全部奉献给唯一的目标。师父，我答应。我的好徒儿，列祖列宗，你们快瞧瞧，这是我大明朱家的好儿孙。我要见如玉。照你这样说，她现在已经成了宫妃，这太难了。她现在人在畅春园，我要见她，你帮帮我。当初她进宫的时候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，现在还见她干嘛？不如索性一剑杀了她。这件事情太难了，我帮不了你。我真的要见她，你帮帮我。
个女孩子家，气性也太大了。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惹气儿的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如果我帮了你，你怎么谢我？我知道，你是一个知恩忘报的人，不是个君子，所以我早就想好法子，自然会报答你。过了这个时辰，起码再过半个时辰，才会有巡逻的侍卫。你们别老跟着我行吗？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小姐，自然要跟着小姐。是啊，否则怎么跟12少交代？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俩辛苦了。哪儿的话，老师太对我家恩重如山，能为老师太跟12少效力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好，那你们先去外面守着，待会儿再续。是。连两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小丫头，都晓得知恩图报的道理。姐姐，我真的是太惊讶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以为畅春园占地辽阔，守卫森严，我就进不来了？所以，你反倒安全了。姐姐一定生我气了。什么叫做进退两难？只好旁站一步。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我答应过姐姐，我会尽力而为。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，我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你刚一进宫就坦诚了自己的身份，这叫实在不行的时候。从杭州到京城路上，将近1个月，我几乎没有一天能够睡得着。我知道，我就算进了宫，也做不到姐姐对我的要求。这对我来说，的确已经是实在不行的时候了。姐，你为什么在手臂上刺字？这个名字是我师父，也是我们的总督府，要我心心念念不忘明朝。我已经答应他，放弃任何感情。这个名字将是我一生的责任和唯一的目标。对于我来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实在不行的时候，你明白吗，卓玉？我太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明朝早已是过眼云烟，你不应该想什么明朝，你应该想的是你自己的明天。你听着，如玉，我身上流的血可不是过眼云烟，只要我的血还流着一天，明朝就是我的明天。请你不要再叫我姐姐。我还是要叫你姐姐。我要阻止你继续欺骗自己。我要说出你不敢承认的事实。胡说！有什么事实是我不敢承认的？姐姐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过吗？你甚至比我更是一个至情任性的人。我知道，你答应做我，不见得是为了那个。
连面都没见过的什么明朝，绝大部分的人是祖国只有对你的情。什么叫做放弃所有的感情？其实正是因为你忠于感情，你才会答应他。你知情任性，你为了感情不惜毁灭自己。可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到苏姑姑的要求，因为她的要求已经违反了人性，更加违反了你的本性。我真的为你感到不平。苏姑姑她太自私了，她要是真的爱你，就不会让你把郑国的人生陪葬在她虚无缥缈的光荣梦幻里。你胡说！你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。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不需要告诉我，你只需扪心自问，给你自己一个答案。我的答案已经有了。原来你跟我根本就是道不同，所以不相为谋。丽妃娘娘，从今以后，你我情断义绝，再不相干。皇家重地，该当何罪？还不束手就擒！嘿！紫英姑娘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是你？不得无礼。算了，朕已经习惯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园子里？朕的这个御前4位统领相当能干，相当尽责呀。多谢皇上夸奖。狗奴才！朗格多，先下去吧，不得任何人进来。朕想跟紫英好好聊聊。皇上，这样太不安全了。没事的，下去吧。是，奴才告退。这畅春园的数位森严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猜呢？如玉他们刚进宫不久，不可能将这条鲜为人知的途径告诉你。难道说会是皇太子吗？不是，你猜错了。你跟我单独见面，难道你真的不怕？你若要杀我，甚至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，如玉就已经有很多机会。也许
也许我是想杀你，只是我想看见那持刀的人是你最心爱的儿子。还真会异想天开呀！哎，不过呢，你也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。走吧。走。因为朕想知道的事儿已经全都知道了，留你下来干什么呢？走吧。你就轻蔑我，瞧不起我吧。总有一天，让你知道后悔这2个字怎么写。皇上，你一定要当心，要留神。那个长平公主，她是恨死了吴三桂，更恨透了我们大清朝啊！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人到底应不应该有感情？亲情、爱情、家国之情，各种各样的感情。有情之人，为情所困，为情所苦。可是无情之人，活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可我听说，大智大慧、大彻大悟的人，自然会心怀深情，可又不会为情所困，更不会为情所苦。可惜咱们都是凡人，做不到啊。其实，皇上对我家的宽容，已经是俗人所不能做到的。你真的不会仇视我？您觉得？我是明朝皇室的后代，便理所当然应该仇视清朝。我觉得，万事万物的成住坏空，自有因缘。缘起则生，缘灭则死，何必过于执着，自寻烦恼？自古以来，岂有千年不坏的基业，万年不移的江山？明之将亡，正与清之将兴。这都是自然的因素，我又有什么仇恨可言？恕我不敬。大清朝指不定也有这一天。你倒是敢说真话，可以后当着别人的面，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免得我被迫治你一个诅咒圣朝的罪名。您是一个好皇帝，也是一个至亲之人。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也不希望任何人都受到伤害。其实啊，你为何入宫，朕是已经猜得8、9不离10了。你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去实在太恼人了。皇上还夸我当差谨慎，能干尽责呢。我非但没有被怀疑，而且还是无功受禄。而且我认为皇上一直认为是皇太子帮了紫英姑娘的忙，我瞧得出来，皇上心里很不痛快。哦，皇上就这样放了紫英姑娘吗？依我看来啊，皇上根本就没把她放在心里，根本就没把她当成什么威胁。怎么了，贝勒爷？糟了，我丢了件要紧的东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畅春园占地辽阔，守卫森严，没有你的帮忙，我进不去。可是，你这座狮子园，本姑娘还不放在眼里，爱来就来，爱去就去。还你。
你还真是小气，只肯给我画进出秋水斋的图，其他的地方一点都不肯给我画，害我被那狗侍卫拦住，根本不知道往哪逃。哦，你遇到惊险了？那算什么？就凭本姑娘的本事，他们还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我不管，横竖都是我帮了你。你说吧，你要怎么谢我？那你刚才满头大汗、紧张兮兮的，在找什么呢？我是不是这个？怎么会在？收好了，我已经报答你了。不对吧？这块表你上次已经当做礼物送给我了。可是你把它弄丢了，丢了就不是你的。我捡着了，自然是我的，就有法子把它再送你一回。捡的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偷的吧？就是上次在茶馆，对不对？你管我是捡的还是偷的，总之这就是我的谢礼，我已经报答你了。难怪你说你早就想好了，自有法子报答我。我看这都是预谋好的。瞧瞧你呀，咱们两个人到底谁小气呀？你连这种江湖上小贼的伎俩都用上了，就是为了不再拿别的东西送给我，啊？我不是不肯给你其他的东西，而是不能。这辈子我能给你的最多也只有这个。子瑜，我不太懂你的话。你不用懂，我不能再说了。姐姐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想过吗？你甚至比我更是一个至情任性的人。至情任性，你为了感情不惜毁灭自己。可是我不相信你能够做到宋姑姑的要求，因为她的要求已经违反了人性，更加违反了你的本性。我一定要忘记他，我要忘记他，我一定要忘记他，我要忘记他。对不起您嘞，您要找那位主啊，他不会再来了。什么？他留下一句话，请您不要再找他了。那他有没有说去哪儿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就是知道，我也不能告诉您了。姑娘找我有个见教。有外人在，我不想说。哎，你别老嫌我爱当跟屁虫啊！谁叫你这么凶啊？你想见我二哥哥，我当然不放心了。哼，就凭你也保护不了他呀。她是我妹妹，不是外人。姑娘有话请直说吧。我见到如玉了。如玉姑娘她好吗？好不好应该问她。我母妃有何吩咐？她一只笼中鸟，敢有什么吩咐？只不过在你们父子手中听天由命罢了。你不必绕弯子，请明示于我。她很痛苦。他的痛苦完全是你父亲一手造成的，把他抓进宫关起来，可怜他身不由己，度日如年。不对吧？我再三听如玉姐姐跟我二哥哥说，他入宫跟皇上毫不相干的。我那妹妹的性情你们应该了解，
他是为了怕别人父子因为他反目成仇才这么说的。可他的日子真的是度日如年。皇上一再相逼，她一个弱女子怎么承受得了？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啊？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挑拨呀？我做姐姐的说的都是实话，爱信不信。皇太子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因为你曾经说过，就算牺牲性命也会保护她。我记得我也说过，若是你口不应心，终究令如玉受到伤害，我管你是什么皇太子，一定会跟你拼命。现在你皇阿玛逼如玉，你若是继续做你的孝顺儿子，如玉还有什么盼头？若是你皇阿玛心中真的有你这个宝贝儿子，又怎么会做出这种横刀夺爱之事儿？你掂量掂量。住口吧！你我应人，是个头脑简单的鲁莽之辈，一点就着。你太不了解我皇阿玛。我不用了解也清楚，当皇帝的横刀夺爱是家常便饭。什么唐明皇、皇太极都是一路的货，你们父子一脉相承，大概也本性难移。子英，这古寺敬佛之处，岂容你污言秽语、信口雌黄？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听明白了。佛祖在上，我也对你有言在先。我看在你是如玉姐姐的份上，让你3分。今日这亵渎姑且不论，倘若你别有用心，想在其中滋事生乱、害人害己，我必定拿你问罪。但若让你不幸而言中，我堂堂7尺男儿，自有主张，不会苟且偷生。我有眼睛会看，我有头脑会想，我有爱会珍重，我更有胆量会去做我该做的事。我奉劝你做老实人，办老实事。你在威胁我？他这是在教训你。不，我这是对人对己，一竿尺，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二哥哥，你可千万别相信他呀！不变应万变，目标既定，我心坦然。你为什么要搬到这个偏僻的地方？这里清静，我可以安心的想我的任务。子英，这一次你做得很好，我可以放心了。我这就前往各地，联络前明旧部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就可以重聚京师了。子英，你不会令我失望的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相信你。户部为了修堤赈灾的特支经费，竟敢挪用了预备军费，这事儿难道你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索大人在户部安插眼线，我可没有。你这话谁信呢？谁不知道户部尚属于国柱，那可是你明大人的得意门生。于国柱虽然是我的门生，但是一朝为官，各司其职，我怎么会知道他户部的事情？你我都是考官，都应该清楚。大比之年，考官取中的进士都是他的门生。多年下来，你我都有数百名的门生，莫非索大人都和他们有联系，都会干涉他们的职责？你纯粹是狡辩！都给我住口！御前岂是斗嘴的地方？徒争意气，耽误功夫。奴才知罪。这户部拨款的事，是源自于河道总督穆天言上奏请款，修堤赈灾呀。朕自少年之时，就在这柱子上贴了这个简旨：撤藩、治河、通曹，这6个字是朕心念不忘的治国大计呀。尤其是这治河，这么多年仍然未尽全功，这会是朕这一辈子所操心不完的事儿啊！皇上发愁，都是奴才们
办事不力的过错。这也不是谁认不认错的事儿。重要的是要如何找出毛病，对症下药。这毛病要分2方面去找。哦，你倒说说看。首先是河工，穆天言奏道，今年盛夏水涨，黄河多处决堤，请求拨给专款200万两，办理修缮工程。朝廷在河工上每年早就已经拨出了高达450万两的岁修费用。盛夏水涨，年年如此，早该运用这笔岁修的费用，做好一切防范的必要措施。穆天言奏请额外拨款的200万两，朝廷并非给不起，而是必须先问一问，他岁修费用到底是怎么用的。说得好。那这第2处毛病呢？为了修堤赈灾而特制的200万两，户部倘若真的挪用了预备军费，那就大错特错。想必这其中必有弊端。如果想要调查清楚，那就必须要彻查营帐，稽查营库。明大人可赞同啊？当然赞同。我有什么理由不赞同呢？好，那我就举荐明大人清查户部。可万一查不出毛病，户部有没有毛病，连皇太子都说有待调查，结果还没出来呢，索大人怎么就未审先判呢？好了，都不要再说了。二阿哥，朕决心要彻查营帐，稽查营库，整顿河工，这几件事都相互有关联，全都交给你，一并去办吧。儿臣遵旨。秉烛，所图。臣在。皇太子他爱怎么查怎么问，朕全依他。你们着各部各督府密切配合，明白回奏，不得有任何推诿欺瞒。是。此乃大事，恭请皇上御笔拟旨。皇阿玛息怒，身子要紧。方才商议之大事，奴才们一定相助皇太子，尽力去办，请皇上宽心。是，求皇上保重龙体。朕忧劳国事这大半生了，看来是真累了，竟然耐不住烦了。真行，什么事儿都烦不成。唉，出京打猎去，或是到畅春园去松快几天去。自从前几年呢，太皇太后和苏麻辣姑相继过世，朕悲痛过度，大病了几场，这体力是越来越不济了。索性退位让贤，安享几年清福了。万万使不得呀！皇上一身系天下，这大清朝不能没有皇上啊！是啊，大清朝不能没有皇上。倘若朕明日就病天了呢？这世上不能没有谁呀？皇太子。你想说什么呢？儿子没有想说什么。这退位让贤的话，是我一时感触脱口而出的。可这二阿哥怎么也不该这么无动于衷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可能是皇太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吧。难道说他的反应会比明珠索额图还要慢吗？皇上不是交给他一川大事要办吗？当时他心里说不定正在琢磨着呢。行了行了，你也别光替他说话了。我瞧他呀，怕是心变喽。不会的，皇上，皇太子不是那种人，皇上可不要先疑他，先气他。倒也不是这样，这不是白说着吗？你也别紧张。
那些退位让贤的话，求皇上就不要再提起了，否则不知道该引起多少议论和猜测呢。对了，今后你也替我留神着，看看会是谁在议论，谁在猜测呀？为什么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他不对我真心了，我却还想护着他，尽我所有的力量护着他。等了30多年了，终于快熬出头了，就不知道皇上是随口说说，还是真有此意呢？不管皇上是不是真有此意，你也不能毫无反应啊。要我说什么？我总不能说皇阿玛，接班掌权的事，儿子已经准备周全了，请皇阿玛放心的去悠悠山水吧。当然不能这么说呀。要不然我怎么说呢？千万不可，皇阿玛，儿子根本丝毫没有任何接班掌权的能力，求皇阿玛鞠躬尽瘁，再多辛苦几年。我能这么说吗？你也确实是挺为难的。纵然不能这么说，可谦虚几句呢，总是要的。舒老爷说的对呀，总不能不表态，万一皇上是在试探你呢？试探我？最亲不过父子，有什么话不好直说，要试探我？试探我就表示怀疑我，怀疑我什么呢？莫名其妙。我已经尽我所能的信任他了，他应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啊。父子之间固然用不着试探，可你们也是君臣呐。是啊，一言去吧，现在还来得及，谦虚几句总是必要的嘛。你们要我去皇阿玛的跟前惺惺作态，我不会。